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明明认识一个人很久，却在某个瞬间突然觉得他陌生的可怕。明明刚认识一个人几分钟，却觉得相见恨晚，仿佛上辈子就认识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我们每天都在和无数人擦肩而过。职场上的笑面虎，酒桌上的好兄弟，朋友圈里的点赞之交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精心设计的面具。有人说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这话没错，但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，我们最大的成本就是时间。如果看错一个人，轻则伤心伤财，重则赔上自己的人生。古人云，相由心生，言由心表。其实看透一个人真的不需要太久，哪怕只是一顿饭的功夫，甚至只是一个眼神的交汇，对方的底牌就已经亮在了你面前。今天我想和你分享16条看似玄学，实则精准到可怕的观人术。这些方法不是让你变得多疑冷漠，而是为了让你在这个复杂的江湖里多一份自保的智慧，多一双看透迷雾的慧眼。坐稳了，这期内容可能会颠覆你对很多人的认知。咱们从第一条开始，慢慢拆解这人性背后的真相。一，嘴里的话藏着他脚下的路。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张口闭口就是 TMD 卧槽，情绪一激动就脏话连篇。很多人会说，哎呀，这人就是直爽没心机。别天真了，语言是思维的外衣，更是环境的烙印。一个人天天说着什么，他的灵魂就浸泡在什么里。如果一个人习惯性的爆粗口，这不仅仅是素质问题，更暴露了他长期所处的圈层。粗话不是语言，而是环境留在他身上的泥点子。这说明他大概率生活在一个充满戾气、缺乏克制、习惯用情绪解决问题的环境里。听他说话，就能知道他走过哪里，沉在什么地方。一个真正见过世面、内心有秩序的人，他的语言一定是干净的、有逻辑的。因为环境决定气场，语言折射阶层。这不是歧视，这是社会学的基本规律。二，指指点点的人心里藏着一把刀。在和人聊天的时候，留意一下对方的手势。如果一个人总是习惯性的用食指指着你，哪怕他脸上笑嘻嘻的，你也得心里咯噔一下。心理学上，这是一种极具攻击性的潜意识动作。这根手指就像是一把无形的枪，或者一把隐形的刀。这样的人控制欲极强，内心深处压抑着巨大的不甘和傲慢。他指着你，潜台词是你要听我的，你不如我，我在审视你。这种人一旦受了委屈，往往不会像常人那样大吵大闹，他们会突然沉默，眼神变得冷若冰霜，甚至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。眼神凌厉、习惯指人者，往往忍得住痛，也藏得住恨。如果可以，离这种人远一点，别惹。三，初见如沐春风，是因为他在向下兼容。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？第一次见面，你就觉得特别舒服，特别聊得来。他好像懂你的每一个梗，照顾你的每一个小情绪，让你不自觉的就掏心掏肺。这时候你可能会想，哇，我们真是天生一对，灵魂伴侣啊！醒醒吧，朋友，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天生投缘？所有的舒服都是因为对方在向下兼容你，这意味着他的情商和智商都远高于你。他站在高处，俯身配合你的节奏，像哄小孩一样哄着你玩。他能看穿你的局促，于是主动递给你台阶。他能听懂你的言外之意，于是恰到好处地给反馈。真正的高手都是让你舒服的人。遇到这种人，别急着感动，先保持一份敬畏，因为他能让你舒服，也能随时让你出局。四，身体的距离就是心的距离。人这种动物，嘴巴会撒谎，但身体最诚实。尤其是女生，对这一点应该深有体会。
如果一个人心里抗拒你，哪怕你只是轻轻碰一下他的手臂，或者在电梯里稍微靠得近一点，他的身体都会下意识地紧绷后撤。这是一种动物性的防御本能。反之，如果一个人不拒绝你的肢体接触，甚至在你靠近时表现得自然放松，恭喜你，他心里的那扇门已经对你打开了。人与人的距离从来不是由脚决定的，而是由心决定的。那种肢体上的不设防是信任最高级的表达。这种信号比10000句我爱你或者咱们是兄弟都要来得真实。5. 真正要走的人，关门声最小。感情里也好，职场上也罢，有一个特别扎心的规律，越是喊着要走的人越走不了，越是安静的人走得越绝。那些整天在办公室嚷嚷我不干了，我要辞职的人，多半是在求关注，是在宣泄情绪。他们希望老板来挽留，希望同事来安慰。这种喧哗其实是一种撒娇，而真正要离开的那个人往往是悄无声息的。他会默默收拾好桌上的水杯，删掉电脑里的私人文件，在一个普通的周五下午笑着跟你说一声再见，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因为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，不是嚎叫，而是沉默。当他在心里道过无数次别，把所有的期待都耗尽了，离开就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。越安静的离开，越是真正的永别。6. 饭桌见人品，酒品见人心。中国人的饭桌从来不只是吃饭那么简单，它就是一个微缩的名利场，一个透明的人性舞台。大家都在热火朝天的聊天，如果有一个人全程低头玩手机，偶尔发出莫名其妙的傻笑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对眼前这群人没兴趣，甚至有点看不起这个局。他的心不在这里，他在另一个他认为更重要的圈子里。再看他是怎么对服务员的，对上级点头哈腰，转头就对服务员大呼小叫的人，骨子里是卑微且残忍的。看人怎么对弱者，是看他的底线；看人怎么对强者，是看他的格局。一个真正强大的人，不会因为别人弱就踩一脚，也不会因为别人强就跪舔。如果你遇到一个对服务员说谢谢，对大老板也不卑不亢的人，请珍惜他，这样的人既有修养，也有骨气。7. 你的敏感是因为你看见了自己。为什么有时候你一眼就能看穿某个人的小伎俩？为什么你对某些人的虚伪特别敏感？不是因为你天生有天眼，而是因为你曾经也犯过一样的错，或者你曾经深受其害。你能看透那个爱撒谎的人，是因为你以前也为了掩饰自卑撒过谎。你能识破那个爱炫耀的人，是因为你曾经也因为虚荣而洋洋得意。那些让你感到不舒服，让你警铃大作的人，其实都是你过去的影子。你能看透别人，是因为你曾走过他们的路。这种洞察力是你用无数跟头和眼泪换来的。8. 沉默是最高级的愤怒。如果一个人跟你大吵大闹，摔盘子砸碗，说明他还在乎你，还想跟你沟通，虽然方式不对。但如果一个人突然变得客客气气，不解释，不争辩，不哭不闹，那才是最可怕的。真正的生气是沉默，那种安静是心死的声音，因为他觉得跟你说再多都是废话，你的任何反应都无法再激起他的波澜。泪干了，心冷了，情断了。沉默是成年人最绝情的复仇，也是最体面的告别。9. 不合群的人往往是2个极端。在群体里，那个总是独来独往的人往往最引人注目。这种人通常只有2种可能，要么极度自卑，害怕社交，觉得自己融不进去；要么极度厉害，根本不屑于社交，觉得这群人是在浪费他的时间。猛兽总是独行，牛羊才成群结队。那些不合群的人心里往往有一个庞大的世界，他们要么被过去伤得太深，竖起了高墙，要么目光太长远，
专注于赶路。反而是那些自来熟的人，你要小心，他们对谁都热情，意味着对谁都不深情。你的秘密告诉他，转头就成了全天下的谈资。距离感才是一个人情绪的安全底线。10谈钱伤感情，不谈钱财伤命。在职场或者合作中，最怕遇到一种人，他拍着胸脯跟你说：“咱们兄弟，谈钱俗气，先讲感情。”快跑！这人多半是想白嫖你，或者是想用廉价的感情来换取你的实力。真正有实力、有底气的人，从不避讳谈钱。他们会先把利益分配讲得清清楚楚，这事儿怎么干，你拿多少，我拿多少。只有利益清晰了，感情才能干净。敢把钱摆在明面上谈的人，多是君子，因为他尊重你的付出，也尊重规则。那些藏着掖着，想用情怀忽悠你的人，往往最贪婪。11炫耀什么，就是缺什么。朋友圈里那个天天晒名牌包、晒豪车方向盘的人，现实中可能正为了信用卡账单发愁。饭局上那个吹嘘自己认识多少大佬、经手过多少亿项目的人，可能连顿饭钱都想逃单。心理学有个补偿机制，人越缺什么，就越爱炫耀什么。真正有钱的人才不外露，生怕被人借钱。真正恩爱的夫妻，关起门来过日子，不需要秀给别人看。真正有能力的人，不需要用嘴证明，他坐在那里，气场就在那里。安静的狠角色才最可怕，他们不是不说，是不屑说，因为他们的实力就是最好的扩音器。12眼神躲闪 vs 眼神坚定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这话一点不假。跟你说话时眼神飘忽不定，不敢直视你的人，心里一定藏着事儿，要么是心虚撒谎，要么是极度缺乏自信。而那些能够平静地、坚定地直视你的人，往往内心强大。直视是一种力量，但这也有个例外。如果一个人的眼神过于犀利，一直死死盯着你，那可能是在审视和评估你，这是一种攻击性的凝视。最好的眼神是温和而坚定的，既不躲闪，也不逼人。13捧杀你的人比骂你的人更毒。当众夸你的人不一定是真朋友，有时候那是捧杀，把你架在高处，让你下不来台，或者让你飘飘然忘乎所以，最后摔得粉身碎骨。又或者他只是顺着气氛随口说说而已。而那些在私底下把你拉到一边，黑着脸批评你、提醒你的人，才是真的为你着急。同声喝彩并不难，难的是在孤独时有人敢拉你一把。忠言逆耳利于行，越是低调的、不留情面的善意，越值得你拿命去珍惜。14玩笑见人品。有些人特别爱开玩笑，甚至拿别人的痛处取乐。当你生气了，他反而怪你，哎呀，开个玩笑嘛，你怎么这么开不起玩笑？这种人不是幽默，是坏。他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极度缺乏同理心。反而是那些不喜欢开玩笑的人，心往往都很软。他们内心敏感，害怕自己的一句无心之语会戳伤别人。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别人的自尊。照顾这种人的情绪，就是照顾他全部的安全感。15看他如何面对利益冲突。想看清一个人，不要看他平时对你多好，要看在利益冲突的时候，他会不会牺牲你，或者在面临诱惑的时候，他能不能守住底线。那个平时跟你称兄道弟的人，在唯一的晋升名额面前，会不会背后捅刀？那个口口声声说爱你的男人，在遇到更年轻漂亮的诱惑时，会不会动摇？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，但底线可以。在巨大的利益面前，还能坚守原则，不伤害别人的人，是真正值得托付的。16知世故而不世故。看了这么多观人术，最后一条最重要。观人不是为了让你变得多疑、冷漠，
不是让你拿着放大镜去挑别人的刺。看清别人是为了保护自己，是为了在遇到烂人时能及时止损，在遇到贵人时能懂得珍惜。真正的成熟是看透了人性的幽暗，却依然选择保持善良，是知道了这个世界的不完美，却依然热爱这个世界，看透人心却依然温柔，这才是真正的层次。行走江湖，戴眼识人。这16条观人术就像是16把手术刀，剖开了人际关系的表象。但我希望你在用这些方法保护自己的同时，也能时不时地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是不是也变成了那个曾经讨厌的人。愿你在这复杂的尘世中，有金刚怒目之手段，亦有菩萨低眉之慈悲。我是高维认知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，请点赞转发给身边那个太单纯的朋友。咱们下期见。